今天的题目是间谍故事。今天开始，我们来讲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与陌生人交谈》这本书。格拉德威尔大概是现今最好的非虚构作者，他特别擅长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变成畅销书，我非常佩服他。这本《与陌生人交谈》是在格拉德威尔在2013年的逆转之后6年才出的一本新书，是2019年9月10号刚刚出版的。我们的专栏第一时间解读。这本书的风格有点像悬疑小说，里面写的都是真实的大事件，但是呢，写的跌宕起伏，非常好看。特别是这本书的有声版，书中几乎所有当事人的对话，包括历史人物，都用了原声，而且还有主题音乐，就好像是纪录片一样。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强烈建议你听一下原书。而咱们的今日课是知识服务的讲法啊，没有时间讲太多故事，咱们直奔主题。这本书的主题是怎么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避免互相误判。你可能觉得自己很了解别人，其实你无法想象你有多少误解。这一讲我们先来说欺骗。其实我们非常容易被骗。我们先来听一个间谍故事。美国是间谍大国，每年光是有关间谍的文艺作品就有很多，而且这些作品经常总结经验教训。可是我读了格拉德威尔这本书，我感觉美国真不是间谍强国。1987年，一个古巴的情报官投诚美国，他带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也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古巴的几乎所有间谍都被古巴给转化了。那这样一来，中情局收到的所有关于古巴的情报都是人家古巴故意让 CIA 知道的。一开始中情局还不太相信，但是紧接着就不得不信了。为了报复这次叛逃事件，卡斯特罗下令在古巴电视台播出了一部长达11集的纪录片，就好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其中记录了中情局间谍在古巴的一举一动。过去10年以来，美国间谍在古巴的每个房间里面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人家用高清录音录像设备给记录下来了，而且镜头的角度真的像电视剧拍的一样好。间谍大国美国就好像傻子一样。这是古巴。美国在冷战期间派往东德的所有间谍都被东德人转化了，美国就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德情报。美国负责苏联方面情报的一位最高的头目，他本身就是一位苏联间谍。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啊，他有酗酒的毛病，连苏联给他的经费都没有好好隐藏。跟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美国的间谍和反间谍能力实在是太弱了。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面，间谍都是无比聪明、无比谨慎的，不留任何破绽才能活下去。但是真实的间谍真不是这样，至少在美国当间谍不用这样。1996年2月24日，3架美国的小型民用飞机在公海上遭到了古巴空军的袭击，其中2架被击落，4人死亡。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你可以想象古巴受到了美国强烈的谴责。但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古巴人疯了吗？为什么要击落民用客机呢？这个事件能让我们见识一下国际关系的微妙操作。原来这3架民用飞机属于一个在美国的古巴移民组织，他们经常开着飞机从佛罗里达出发，跨海飞到古巴去投递传单。传单的内容呢，就是号召古巴人民推翻卡斯特罗政权。我们能理解古巴为什么想要击落这些飞机，但是古巴必须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反应。结果当时国际社会的反应还真不算太强烈，这是因为事发的第2天，美国的一个退休海军上将到 CNN 电视台做了一个访谈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他说事发的前一天，他曾经跟古巴军方有一个会议，在会议中古巴人当面发出了一个警告，说打算击落发传单的飞机。美国上将当天就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国防部，不过国防部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这样一来，舆论的所有压力全都到了美国这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线。移民组织的飞机并不是每天都去发传单的，但是整件事情我们来回顾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巧呢？23号，古巴军方和美军海军上将会面，当面提出警告。24号，古巴击落2架飞机。25号，海军上将上电视台说明情况。如果让你负责古巴的国际形象公关，你能不能保证事情按这么好的流程一路走下来呢？用咱们中国话来说，美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美国国防情报局有一个分析员叫布朗，他就强烈地感觉到美国是被安排了。那是谁安排的呢？是谁能安排一位退了休的海军上将正好在那个时候跟古巴军方会面呢？
布朗发现这个人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位女性高级官员，名字叫安娜·蒙特斯。蒙特斯是负责古巴情报分析的最高专家，人称古巴女皇。布朗怀疑这位蒙特斯是间谍。美国国防情报局有一个反间谍的官员叫卡麦克尔，他就据此决定对蒙特斯展开调查。他就发现蒙特斯确实有可疑行为。在事发的当天，蒙特斯被招到了五角大楼帮着分析局势。但是第二天的下午，在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应对古巴危机的时刻，蒙特斯居然提前回家了。这事好像不对吧？卡麦克尔就约谈了蒙特斯。两个人一见面，卡麦克尔就说，我们怀疑你参加了间谍活动，所以找你问话。那如果你是无辜的，遇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反应？你肯定马上会说，谁啊？我？你开玩笑吧？但是蒙特斯的反应不是这样。根据卡麦克尔回忆，蒙特斯就好像第一次面对汽车灯光的一只小鹿一样，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是卡麦克尔没在意，他其实非常不相信古巴女王居然是古巴间谍，他只是想给蒙特斯一个下马威。现在效果达到了，两个人的问话继续进行。蒙特斯很快就反应过来为什么怀疑他，他合理的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安排海军上将在那一天跟古巴人见面。蒙特斯和卡麦克尔两个人谈了2个多小时，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放松，几乎都有一点男女之间的调情的味道了。在问到蒙特斯那天为什么早退的时候，蒙特斯说当时是感觉有点不舒服，想回家弄点吃的。卡麦克尔就追问蒙特斯回家的细节，他问，在你把车停好之后，你看到什么人了吗？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对吧？正常的情况下，你只要回一句说没看到啊，不就过去了吗？但是蒙特斯居然神色大变，他当时惊恐万分，就好像被人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但是卡麦克尔再次没在意，他以为蒙特斯作为单身女性可能难免有些隐私，就没有继续追问。一直到5年以后， CIA 偶然地破译了一段古巴密电码，判断在美国国防情报局内部有一位高级官员是古巴间谍，而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位高级官员曾经在1996年7月4号到7月18号期间去过关塔那摩的美军基地。卡麦克尔根据这个线索查阅了美国国防情报局所有官员的出差记录，发现那个人正是蒙特斯。这位蒙特斯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读的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本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对外关系硕士，很早就加入了美国国防情报局，跟同事的关系都非常好，工作尽职。虽然他从来没有分析出来过特别有价值的古巴情报，但是身居高位。而正是这位蒙特斯女士，她早在上大学期间就因为反感美国政府颠覆尼加拉瓜政权，她当时参加了学生运动，而被古巴情报部门所关注。蒙特斯曾经在1985年秘密到哈瓦那接受招募，此后多次前往古巴，有的时候还是拿着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公款去的。卡斯特罗亲自给他颁发过奖章。每天晚上回到家里，蒙特斯都会把自己一天的收获总结下来，汇报给古巴方面。他用的短波电台就放在自己家的一个鞋盒子里，他的密码本就在自己随身的手提包里。蒙特斯没有太多时间接受训练，他并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间谍。而那天当卡麦克尔问他在家门口看到谁的时候，他为什么慌了呢？因为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古巴上线。那为什么蒙特斯就没被人发现呢？别人当着你的面撒谎，而且这个表演一点都不高明，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每次邀请一位受试者到教室，跟他说你要做一套知识测试题，做得好的话有现金奖励。题目呢都是比较偏门的题目，比如说问你什么亚洲最高的山叫什么，但是有一位搭档跟着你商量着一起做。测试在刚刚开始不久，负责当场监督你们答题的一个老师就接了一个电话，匆匆忙忙出门打电话去了。这时候搭档就会提示受试者说，你看那个讲台上有个信封，也许答案就在那个信封里啊，要不咱们看看答案啊。有些受试者为了拿奖金就同意了作弊，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演戏。那个搭档其实是个研究人员，监考老师接电话也是故意安排的。接下来实验人员就会问受试者说，你刚才作弊了吗？有的作弊者就会说我没有作弊，实验人员就会进一步逼迫他，就会说好吧，那等会儿我再问问你的搭档，你猜他会怎么说呢？这时候有的作弊者就表现得非常紧张，而有的却能自始至终都保持稳定。研究人员就这样拍摄了44份问话的录像，其中所有人都说自己没有作弊，但是只有22个人说的是实话，
剩下的22人说的是假话。那好，请问，如果现在单看这个录像的话，你有多大的把握正确判断谁说的是实话，谁说的又是假话的？千万不要过度自信。有好几个心理学家请了社会上各种人来看这些录像，他们有警察、法官、心理医生，还有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网络负责人。结果是，这些人的判断准确率都非常低，平均只有54%，基本就等于瞎蒙。但是研究者发现，人们判断出错的比例不是对称的。如果录像里人说的是真话，那人们一般不会冤枉他会认可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如果录像里的人说的是假话，人们是常常看不出来他说的是假话的，总会以为他在说真话。据此，心理学家蒂姆·莱文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叫做默认真话理论。当有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不管他说的是什么，你总是默认他说的都是真话，并不是你完全不怀疑他。当然，你可能会觉得他的表现有点怪，就好像当时卡迈克尔看蒙特斯一样，但是你会先帮他找理由解释，你太愿意相信他了。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头脑里面并没有防骗这根弦儿，只有当疑点已经实在太多、实在太明显的时候，你才可能意识到这个人是不是在骗你。相信不等于没有怀疑，相信是默认的，相信是怀疑积累的还不够。如果一个人上来就表现得鬼鬼祟祟，特别可疑，那你当然不会相信他。可是大多数骗子并没有那么可疑呀，他们只要稍加掩饰，你就看不出来，而等到他暴露之后，你才会想起他当初的各种疑点。我们想想，生活中是不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进化没有让我们善于识破谎言呢？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再说。今日课，祝你每天都有收获。